今天我们来说千门36天局里面的捐却夺巢局，这个局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普杀局了，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中过招。还是老规矩，先说故事再说案子。话说有一种鸟叫杜鹃，这东西是鸟类里面最阴险最狠毒的，每次都把蛋下在同类的鸟巢里。杜鹃出生之后呢，眼睛还没睁开就蔫坏，因为体格很大，会争着抢食吃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把同巢的其他小鸟全部挤出鸟巢摔死。而且还不算完，长大以后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养父养母也赶走，彻底把鸟巢占为己有。所以有个成语叫鸠占鹊巢，说的就是这个东西。那么说完故事，开始进入我们此次的正局，我们来聊一聊网约车。在我们读书那个年代，大家应该有印象，打个车无分两种方式，要么就是坐出租车公司的挂牌车，要么就是打黑车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你往火车站的出口一站，围上来问你去哪的，基本上都是这种无证经营的黑车。所以这个社会上有脑子的还是多，机会很多人看得到，但是用什么套路玩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明白。这个所谓的套路，一般我们称之为商业模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做谁的生意，然后赚谁的钱。就以网约车为例，商业模式就很清晰，通过各位手里的私家车共享，做短途出行需求人的生意，赚私家车车主的钱。所以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了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空手套白狼一本万利的买卖。但是想把这个闭环走通却不容易，存在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为什么有出行需求的人不去打车，而是要在平台上叫车？第二，为什么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，还给你交钱？当设局的某人通过一系列的思考，推导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，天局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了。他发现还需要引入第四方，这个天局才能算真正的闭合。这个第四方就是资本方，原因很简单，他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用利益来解决，只要用户在平台上下单比正常打车便宜，那自然就会形成一种习惯，那就是等金主发优惠券，然后打网约车。久而久之，人这种动物是最懒惰的，大家的懒惰会让我们变得对价格不太敏感，因为很多人已经不习惯走这么远的路去站在路边等着招手叫车了，并且很多时候也叫不来车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，如何让私家车主也入局。道理其实也很简单，当时的网约车并没有现在这么多，而且本来就有大量原来的黑车运力在，他们也需要解决合法合规的问题。所以第一，只需要把这些黑车收编，就像古时候招安一样，让他们的经营合法化。第二，通过大量的平台补贴，让网约车主觉得挣钱很容易。第三，让原本就正规的出租车也加入到平台中来，相当于给他们多了一种接单方式，并且还有补贴。如此一来，基本上很少会有出租车司机会拒绝。当时我记得有个朋友是第一批开网约车的，那个时候基本就是不愁接单的，单子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月可以定定心心赚他1-2万。那么这个局运行到此，基本上所有的相关各方就已经入局了，好戏即将开始。你会发现，此时所有人的使用习惯和行业惯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第一，网约车越来越多，出租车越来越少，因为从原来出租车的寡头垄断变成了现在的一片红海，开出租已经很难像以前一样挣钱了。第二，所有人的打车习惯已经培养成还没出门就开始叫车，到了上车点车也同时到，这种用户体验太好了，和以前那种在路边需要招手然后凭运气打车的模式已经完全不同。第三，因为用户习惯的改变，行业的巨变已经不可逆，所以对于用户来说，除了平台打车也没有了更多选择。所以就算平台没有了补贴，打车费和以前的打的一样贵，甚至是越高，用户依然会选择平台叫车。第四，对于私家车和出租车而言，如果不上平台，基本上就是无单可接，因为所有的打车订单 99% 都来自于线上。捐却夺巢局运行到此，基本上已经小成了，网约车成功的把出租车踢出了局。而这个时候不得不说，老天又给此局烧了一把大火。经济下滑导致大量社会人员降薪甚至是失业，因此开网约车似乎成为了很多人唯一的选择，甚至很多人借了钱买了车就是专门来做这个生意。那么随着时间的侵蚀，又出现了两种人。第一种是很多的失业人员，因为康网约车时间开得太长，所以到最后除了开车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了。第二种借钱买车的，每个月还得还贷，而且大多数是全职，如果不开车贷款怎么还？所以你会发现全职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，并且全都深入泥潭无法自拔。由此最后的收割正式开始。你们知道市场上所有的强势弱势都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，当市场上想进入平台的司机和车供不应求的时候，对于做局者来说，这不就是一块肥肉吗？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，对于司机的接单收入，平台采取高额扣点的方式来进行收割，这就是最简单的商业闭环。开车的司机就算你不做没关系，还有别人来做，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司机涌入平台。据我向很多朋友的了解，平台官方说司机的收入扣点大概平均是19%，
但是真正算账的时候，很多人发现扣点已经超过了 30%， 甚至更高。而且现在平台的管理也越来越严，除了高额抽成之外，还有非常多的软性管理和考核机制，做得不好就会被降低权重，减少接单。但是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呢？已经入局并且深陷其中，如果做，那么收入虽然很低，但是勉强还能糊口。但如果不做，那等着很多人呢就是无路可走。所以你除了心甘情愿被收割，没有其他选择。这就是捐雀夺巢局，一个活生生的普杀局。当然现在又有新的做局者进来了，无人驾驶。这个局后面该怎么做，我想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说，等有机会我们再聊。今天视频有点长，感谢大家看完。如果还想听什么局，跟我留言。